火力军最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乌俄战争打到现在，俄军到底损失了多少装备？当然，如果要看真实数据，乌俄双方给出的答案基本是可以忽略了。火力军每次看俄军给出的乌军损失统计都十分好奇，乌军的装备是哪儿来的？9000多辆坦克和其他装甲战车。同理，乌军给出的俄军战损统计也有水分。稍微真实一点的就是 ORYX 网站上的数据。按照福布斯杂志的说法， ORYX 是乌俄战争最可靠的消息源，它只统计有图像证据的装备损失数量，可以看作乌俄双方装备损失的下限，真实度挺高的。像路透社、BBC、Newsweek 以及 CNN、CBS 这些世界著名媒体都引用过 ORYX 网站的数据，所以这期视频火力军就以 ORYX 的数据为主，聊聊俄军损失的装备。当前的乌俄战争是以地面战争为主，火力军就以坦克、装甲车为主。ORYX 网站的数据显示，俄军已经损失了1982辆坦克，最老的 T60、T64 系列其实损失不多，加在一起也就128辆。这或许跟俄军的使用方式有关，在后面放冷箭，损失小很正常。损失最多的是 T72 系列，总的数量加起来一共有1177辆，其中T72B 与 T72B3 算是最惨的那一批。T80 系列差不多是483辆，其中又以 T80BV 为最。至于重头戏 T90 系列，损失的不算多，或者说俄军本来装备的就不多，一共也就损失了61辆，其中 T90M 被开罐16辆，还有237辆的未知坦克被摧毁。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最保守的数据，每一辆战损的坦克都有图片或者视频证据，还有一些没能上榜的坦克。总的来算的话，俄军的坦克已经没一大半了。截止到2022年2月24日，俄军现役的主战坦克基本上也就2600辆。乌俄战争初期，俄军投入了大概120个 BTG， 坦克数量差不多在1500左右，加上顿巴斯的地方武装以及 T62、T54、T55 这些老坦克，俄军总坦克数量3000辆不过分，现在已经没了2/3了。也就是说，每3辆俄军坦克就有2辆被炸毁，损失1982辆坦克。俄军的这个数据能在二战以后历代战争中损失坦克排名第3。二战之后的战争，损失坦克排名第1的是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损失了3700辆坦克。排名第2的是叙利亚，在1967年第4次中东战争中损失了1200辆坦克，在2011年的叙利亚战争中损失了2200辆坦克。俄军损失坦克的高峰期是2022年3月到11月。2022年11月之后，总体战线基本上没有明显变化，战争进入消耗阶段。坦克损失基本上都是双方小规模冲突或者无人机攻击，装备的消耗速度也慢了下来。从乌俄开战到11月份 ，ORYX 统计的俄军坦克损失就已经达到了1503辆。最壮观的场景就是俄军从基辅城下撤退的时候，走一路武器丢一路，凭借着北约援助的单兵武器 T90M 都被干废了。在去年10月份起风 T62 坦克的时候，火力军都怀疑俄军是不是拿错剧本了，在卢甘斯克西部地区挖战壕。没办法，俄军在这个时间点已经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只能修建大规模防御体系，防止被乌军一波冲废。至于俄罗斯库存里还剩多少坦克，也能大概聊一聊。就比如 T72B3，它算是俄罗斯比较特殊的型号，没有储备，并且数量比较多。俄罗斯战前大约有1100辆 T72B3，2022年的产能大概是150辆。按照 ORYX 的统计，俄军损失了533辆 T72B3 系列坦克，这不就得出结论了？1100加150减533，剩下717辆。但这个是最乐观的数字， ORYX 的数据只是一个最大的下限，实际损失的数量要更多。保守来说， ORYX 的数据只是俄军实际损失的 80%， 这一算一算，俄军的现役坦克基本上都没了。还有 T80BV， 虽然剩下的数量不多，但算是当前俄罗斯坦克部队的主力。T80BV 是俄罗斯战前坦克库存中状态最好、数量最多的型号，在冷战结束时，大部分被部署在东德和波兰，在苏军撤离之后立即转移到预备队，并且在几年内陆续封存，数量大概有个2000到2500辆。但是大部分的状态都不行，比如发动机的使用小时数，
部署东德和波兰，也就意味着 T-80BV 属于高度预备队。而俄罗斯从1996年到2016年没有采购过它需要的涡轮发动机，更别说 T-80BV 的发动机是在乌克兰生产的，现在顶多有一半能用。根据 ORYX 的统计，俄军损失了295辆 T-80BV， 由 T-80BV 改装的 T-80BVM 也损失了79辆，算下来差不多400辆，留下来的大概还有800辆左右。不过这些剩余的坦克能不能活下来也不好说。如果俄罗斯继续打，最大的可能是在今年失去全部的 T-80BV， 并在2024年底之前失去大部分的现役 T-80， 而且是造不出来的那种。俄罗斯每个月制造200到300辆 T-90M， 纯属是胡说八道。俄罗斯从2001年到2021年生产了2320辆坦克，也就是每年110辆坦克。到2021年为止，俄罗斯还出口了大约680辆新坦克，大部分都是 T-90S， 还有大约数百辆翻新的坦克，但没有计算的必要。就目前而言，俄罗斯的坦克生产情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每年不超过250辆，150辆 T-72B3， 50辆 T-80BVM， 50辆 T-90M， 完全不顶用。除了坦克，俄军的步兵战车损失了2360辆，其中最惨的是 BMP-2K， 损失了829辆，属于 BMPT 终结者侦察车这一类的存在。其中最多的是 MT-LB 系列，还有装甲运兵车、MRAP 步兵机动车等等，损失的也不少。这连火力军并不感觉意外，就算是损失数字再翻1倍也很正常。虽说外面一直有传闻说坦克无用，火力军也认为装甲车才是未来，但就目前而言，装甲战车的防护要比坦克弱得多，损失多点很正常。当然，乌俄战场以火炮为主，战场损失自然少不了它。根据 ORYX 的统计，俄军一共损失了214门牵引式火炮，损失数量比较多的就是D30榴弹炮、自行火炮401门，其中 2S19 火炮121门， 2S3 火炮111门，多点火箭炮损失202门，重点照顾对象就是 BM21。不得不说，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之后过得不怎么样。D30、2S19这些主力装备都是20世纪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生产的，性能如何可想而知，损失大无可厚非。而且从北约开始援乌火炮之后，双方就已经攻守易位。北约火炮追求的是射程、精度，而俄军的火炮不仅年龄大，战术也落后。都21世纪了，还玩火炮洗地，不知道的还以为打2战呢。海马斯抵乌之后，俄军后方的指挥所、弹药库时不时的要挨上2发，就突出2个字：难受。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被毁的装备之外，俄军装备还被乌军缴获了不少。坦克542辆，步兵战车598辆，装甲战车265辆，牵引式火炮96门，自行火炮105门，多管火箭炮53门，加上其他的一些工程车以及乌军缴获的炮弹，足够乌军组建3个坦克旅和2个机械化步兵旅。总的算下来，俄军损失车辆和设备达到了10442件，其中被乌军缴获2821件。说俄罗斯是最大的武器援助国，一点都不过分。在飞机方面，俄罗斯损失也不小。根据 ORYX 的统计，俄军损失了82架飞机，苏 24M、苏25、苏34都挨过揍，还有直升机90架，其中单是卡52就被干掉了35架。无人机方面没什么好说的，也就4架猎户座被毁，值得一提。说实话，俄空天军现在是真的垃圾，唯一的辉煌就是刚开战那几天。乌俄战争开始的时候，俄空天军什么都能干，压制乌克兰防空火力，打击乌军的通讯和军事工业设施，以及俄军支援地面部队，但也就潇洒了那几天。去年3月初的时候，俄空天军想在叙利亚那样用中等高度自由落体炸弹打击乌克兰防御纵深的目标，结果被教育了，在几天内损失了10几架飞机。之后俄空天军的消息就不多了，是偶尔被击落1架，陆军航空兵的直升机和攻击机也不能继续执行支援任务，甚至说尽量不靠近前线，就算是用攻击也是远距离发射导弹，用于打击多管火箭炮。但这种战术不适合摧毁防御工事，没法对付战壕、混凝土火力点之类的目标。顺带一提，乌军的航空兵也是这样干的。等到英国援助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抵达之后，俄军过得就更难受了，还出现了一天损失4架飞机的情况。
至于海军舰艇，一共损失12艘，其中8艘被毁，4艘受损，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莫斯科号。火力军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莫斯科号为什么会那么菜，什么都没干就被海王星导弹 TB2 无人机干掉了，俄军面子全丢， TB2 一战成名。不过乌俄战场上的海军没什么可说的，俄军黑海舰队被打成麻瓜，没什么战力，最近也没什么消息。或许等到乌军反攻克里米亚的时候，就能看到黑海舰队被打得只剩编制的情况。总的来说，俄军在战场上丢掉的装备很多，特别是坦克，现在都已经起风老古董了，比如 T62、T54、T55。去年10月份的时候，俄军起风了远东基地里的 T62， 并交付给了第103装甲修理厂，要求翻新800辆。今年又把 T54、T55 搬了出来，这也能看出来俄罗斯目前的问题，没有生产坦克电子装备的技术能力。当然，俄罗斯不是没有坦克，而是无法迅速生产带有现代化电子设备的新型坦克，比如现代热成像装备和通信系统，只能起风老太爷级别的装备。毕竟这些老式坦克基本上就一个几十吨的大铁疙瘩，高级一点的装甲、电子系统都没有，唯一的优势就是不用造，东西都是现成的。而且老式坦克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旧之分，有3级维护体制，小修就用来当大炮，大修就用来当坦克。修完之后的老式坦克就跟新的一样，起到的作用也差不多。虽然这种老式坦克的性能一般，但确实能用。乌俄战争虽然是2支机械化的对决，但已经硬生生的打成了2战那时候的堑壕战，很少见到坦克之间的对决。其次，坦克的发挥空间其实也一般，大量坦克被轻型反装甲武器消灭，武功再高也怕标枪，坦克再好一没报销。就乌俄战场上的情况，也不需要什么新式坦克，一辆 T90 坦克和一辆 T62在战场上没什么太大区别。总而言之，如果按照 ORYX 的统计数据来看，俄军目前还有一战之力，但是如果按照乌克兰的数据来看，说不准明天俄罗斯就举白旗投降了。按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给出的数据，从开战到5月25日，俄罗斯已经损失了20万人，坦克损失3798辆，损失装甲战车7432辆，火炮3359门，多管火箭570门，飞机309架，直升机296架，还有1015枚巡航导弹以及18艘军舰。这里面大概率是有水分的，但灌水情况比俄罗斯好得多。俄罗斯国防部没有统计乌克兰伤亡总数，但乌军的装备损耗是一直在统计的。俄国防部之前声称，俄军共摧毁乌军9218辆坦克和其他装甲战车，1100多个多管火箭炮，4844门野战炮和迫击炮，428架作战飞机，234架直升机，还有4208套无人驾驶飞行器。每次看到这儿，火力军都很好奇，这9818辆坦克和其他装甲战车，428架作战飞机，234架直升机是哪儿来的？俄军这数据真就灌了一个太平洋进去。按照 ORYX 数据，乌军到现在损失的坦克也就504辆，损失装甲战车275辆，步兵战车542辆，牵引式火炮123门，自行火炮158门，多管火箭炮45门，并且里面没有海马斯，损失的飞机与直升机也就96架。不过鉴于 ORYX 只收集武器装备的视觉资料，并且有朋友指出 ORYX 的立场可能跟火力军一样，那也可以猜到乌军的实际装备损失可能要大于 ORYX 所列数据，但也只可能是涨跌20%左右，不可能太过分，要不然各大国际媒体也不会引用 ORYX 的数据。顺带一提，与 ORYX 网站类似的还有一个 Warspotting， 这个比 ORYX 的数据更直观，也能看俄军的损失，不过数量要比 ORYX 的少一点，被俄军遗弃的装备还可能被俄军找回来。Warspotting 把这一点也算上了，只是 Warspotting 比 ORYX 更直接没有乌军的具体损失，所以目前乌军的真实损失数据算是一个谜。